陆上的警戒区从原本的新北、宜兰、花莲、台东，又扩大到了台中以北、基隆跟南投地区。海陆警范围持续扩大，因为凯米还在长胖。中台凯米在周二下午3点15已经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440公里，以每小时20转16公里往北北西靠台湾越来越近。最大风速有13级，瞬间最大阵风有15级，西极风暴风半径来到200公里。预计礼拜3清晨暴风圈就会来到花莲陆地，周3深夜到周4清晨中心会登陆，凯米带来的雨量不容小觑。礼拜3的话，刚开始会是以北部、东半部，尤其宜兰跟花莲这边的降雨逐渐的增大为主。在礼拜4这一天，西半部的降雨还是非常的强的。我们预计在山区可能会有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，尤其中部跟南部不排除有超大豪雨。从周5到周2这4天，凯米将会带来很惊人的雨量，累积总雨量预测，宜兰山区达到1200毫米，桃竹苗也有1100，台中以南更惊人，山区雨量都来到1800毫米，而且西南风后续带来的雨势还可能突破2000。南投、嘉义、高雄跟屏东山区的预测雨量甚至有机会来到1800毫米，整体的雨量算是相当的可观。脸书粉专观气象看天气认为，凯米台风将为全台水库一次灌到饱，这样的雨量会让全台水库满到泄洪。脸书粉专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也说，凯米伴随着行星尺度西南气流，洋面上沿途吸收大量水汽，山区总雨量1800毫米，历史上能报到这么多的台风不多。相署表示，去年卡努海葵累积的雨量达到1000以上，但近8年来没有突破1800毫米以上的台风。周3、周4降雨趋势图，全台山区单天雨量都破300毫米，紫到发白。西部宜兰、台东山区要慎防超大豪雨的可能。铁北新闻综合报道。这回台风袭击北台湾，很有可能会带来台北12级的强阵风。而在过去也有类似的状况，2015年苏迪勒台风就造成了台北出现13级的强阵风，威力不容小觑。2015年苏迪勒台风几乎全台狂风暴雨，台北、台中、宜兰风力达到10级以上。民众站在台北市街头，直接撑不了伞，连站都站不稳，威力相当惊人。101阻尼器剧烈摇晃，当时摆幅达正负100公分，创下历史纪录。强风造成冷气机摇摇欲坠。遮雨棚也损坏，百货公司大停电，黑漆漆一片，民众被迫摸黑逛街，连班机也大受影响。而乌来重灾区满地落石，道路中断，铁轨下方的路基也流失。那个路都崩山了，全部都崩掉了。通通被土石掩埋，走到马路上，路树连根拔起，直接倒在路中。环保局全员出动清理残枝落叶，尤其新北市迎来有史以来最惨，有833件路树倒塌。台风前夕，这风雨是越来越强，尤其是台北街头，这个雨势是越来越大，而且风力也是越来越大。主要就是因为凯米台风持续逼近，而且这次北台湾首当其冲。这回中度台风凯米，中央气象局预估新北、基隆最大阵风达13级，台北市12级，桃园、高雄11级，台中10级，台南则是9级。尤其台风持续北上，吸收能量还是有机会增强，但已经算是强度非常强的台风，带来的水汽不容小觑。几年前的台风有了经验，民众只能赶紧做好防台准备，避免损失扩大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凯米台风来势汹汹，虽然目前航班资讯都还正常起降，但周3、周4台风最靠近台湾，也因此各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大多会受到影响。周2下午，国际线航班除了提早抵达，大多都正常，不少游客提早报到，就怕台风真的来了，飞不出去。我那时候在看手机的时候，觉得天哪，我会不会飞不了？很紧张。我要去日本转机，去美国。看到它越来越靠近，就开始有点担心。像是东南旅游24、25号受影响的行程通通取消，雄狮旅游这2天国内团也全取消退费。如果要转团改期，提供每人最高500块的优惠。另外，哥斯达邮轮提早到24号返回，在高雄港下客，会提供北中南免费接驳。一游往的阿里山小火车以及台东热气球行程也都暂缓。可乐旅游离岛行程共4团取消，国外行程就得看班机状况而定。有民众24号晚上11点55分要飞德国慕尼黑，现在很紧张。可能明天晚上是刚好台风蛮接近的时候，可能会飞不出去。
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有先买不变现。目前航空公司提早宣布的还有乐桃航空24号往返台北、大阪、东京、名古屋以及冲绳，25号往返台北、东京、名古屋跟冲绳，总共14航班全数取消。虎航则是提前飞，24号 IT 602航班到首尔仁川班机提前到晚上7点起飞，25号从首尔回来的 IT 603班机提早到24号晚上11点半就起飞。毕竟台风怎么走也不是人为控制，现在才要买保险已经来不及。以天气变化现在的这么剧烈的状况，加上缺工，建议大家在出门前1个月就要完成保险的投保程序。保警也提醒，最晚出发前1星期就要处理好，否则像现在海陆警齐发，想保险已经无法受理。TVB 是许家瑞另一台报道。还在上班时间吗？对啊，就还在上班时间就赶快来领这样。是警察打电话来的。上班时间急急忙忙，快来把爱车开走！眼看中台凯米逼近，又适逢天文大潮，双北启动防汛作业。堤外水门23号下午4点起只出不进，晚上8点后开始拖吊滞留车辆。双北堤外停车场台风期间关闭，那么民众到底该把自己的爱车停在哪里？除了可以上市府的防汛官网查询红黄线开放的区域，也可以扫描像是这样的 QR code 为爱车注册防汛通知。市长讲完视察水门，检查开关是否正常，只是他还在上班，脸书已经被市民刷一排敲碗，夸他是最帅市长。如果放台风假会更帅，就等你一声令下。我们都会持续来掌握台风最新的路径，我们就会依照相关的作业原则以及风势雨势的标准来进行判断。新北也严阵以待，碧潭地景大金鱼先消气防台去，也有超商一早先打包撤离商品和机台，因为凯米台风预估路径可能是典型西北台，登陆几率高。花莲自从04、03之后，还有一些相当多的地方待拯救，所以现在很多的坍塌的跟多处的掩晒湖，请内政部、农业部能够督导这个花东地区、东北地区。各县市都绷紧神经，要把损害降到最低。TVB 新闻林龙是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。深夜市区静悄悄，繁星点点的夜空，突然间云层当中闪烁光芒，此起彼落，照亮整片天空。这是台东市区一间5星级饭店监视器记录下的惊人画面。23号凌晨1点多，闪电在云海中不断闪爆，伴随雷声轰隆作响，宛如科幻电影般的特效，刺眼强光，一下紫色，一下又变白色，这是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产生的自然现象。南横也有罕见奇景，22号晚上7点多，一道橘红亮光往天空喷出一只喇叭图案。研究员解释，这是中高层大气放电产生的巨大喷流，连接地面的部分相当罕见。台东夜晚不平静，民众紧接着防台准备。市公所门前堆积如山的沙包一下子就被拿光，还有人直接开货车来载。你们要拿沙包回去？对啊。家里有会淹水吗？还是怎样？对啊，比较低洼的地方啊。一人能拿5袋，全员出动搬走好几十袋的沙包，防范未然。另一边，台东铁花村的活动开始不到1个月，就遇上台风来搅局。会不会担心被台风吹走？会啊。会哦。那你们绑这样子会不会牢固啊？这样已经重要东西都收起来。市集摊贩拆解支架，出动麻绳固定木箱摊位，像是绑五花肉，连续打好几个结。巨大的月亮以及太空人灯饰也纷纷泄气。这么担心台风的破坏威力，却还有人在海滨公园观浪。风浪越来越大，海巡人员前往劝离，民众忙着防台，也要注意自身安全。TVB 新闻刘景元、蔡信于台东采访报道。大雨下不停，四周云雾缭绕，一片白茫茫，山坡上还有土石流崩落的痕迹。山脚下的低矮房屋令人看得触目惊心，强震影响还没完全复原，这下台风又直扑东部而来，就怕家被土石流冲走，居民预防性撤村。会怕说下雨嘛，怕下雨，怕落石。因为我们现在崩落的地方，比方说像石岭这边哈，它上层是一个破碎带，
那怕就是说雨太大哈。这里是花莲秀林乡富士村，居民直到现在偶尔还会听见落石的声音。系夹带眷赶在狂风暴雨之前避难，同样赶时间的还有苏花崇德管制站的驾驶。由于04、03的强阵让花莲崇德山区发生非常严重的土石流，而在大雨还没有侵袭着花莲之前，可以看到有不少车辆呢，来赶紧离开，就担心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危险。环岛刚好环岛，然后刚好碰到，所以是要提前先回哪边呢？回宜兰。环岛遇上台风，游客只能提前打道回府。各大景点也着手防台准备，像是强震过后木瓜溪、万里溪上方新产生的堰塞湖，下方就是部落住宅。相关单位预估，台风辖带的豪雨，溪水可能抬升50-60公分，呼吁民众不要进入溪床，还有其他步道以及森林园区也都实施预警性封闭。市区的帆布招牌，广告业者出动吊车捆绑固定；观光区的饭店门口铺上塑胶袋，再堆叠沙包防淹水，还是抵挡不住游客的担心。取消的部分呢，目前剩下我们现在大概就1层而已啊哈。观光都还没回温，暑假游客潮又被台风吓跑，当地民众的心情难掩失望。TVBS 新闻洪富华、刘纪元、刘婷婷、蔡欣瑜台东采访报道。滂沱宛如用水桶倾倒，视线完全看不清楚。机车骑士穿着雨衣，还是全身湿透，路面上溅起不少水花。雨刷快速摆动，挡风玻璃上的雨水根本来不及刮干，驾驶只能睁大眼睛放慢车速。海边风浪也不容小觑，凯米台风逼近台湾，高几率在东北部登陆，宜兰首当其冲。中午开始，雨势风势逐渐增强。中台凯米目前的最新状况，那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宜兰的乌石港。中央气象署呢对外表示说，有可能台风就会在周3、周4来登陆。雨势呢在稍早前是还蛮大的，因此呢，当时呢海滩上还有不少人在观浪，也都被海巡人员早一步的来驱离。大雨一直下，民宿业者戴着草帽，穿着拖鞋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，赶快把户外遮棚收起，一手一张椅子，接力把桌椅通通搬到室内，甚至拿着铝梯把室外灯罩拆下，就怕风雨太大破裂，造成危险。我们树枝比较茂密的都要先剪掉，然后户外的家具我们能够搬进来的就尽量搬到室内，这样会比较妥当。民宿业者庆幸刚好遇到平日订房率没有很高，陆续有游客退房，影响大约2到3成左右。其实暑假宜兰有不少活动，像是易碎节缤纷的大型艺术装置，全都被大雨淋湿。因为台风到来，忍痛拆下装置，24、25两天活动取消。同万节也是相同。除了渔港船只防台，梅花湖也将船吊上岸，民众领沙包、堆沙包，面对凯米来势汹汹，一刻都不能松懈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快速公路上，整辆小货车侧翻占据车道，周遭围了许多救援人员，还有人协助指挥交通。凯米台风步步紧逼，越来越靠近台湾，各地陆续出现风雨。23号中午12点半左右，一辆小货车行经台62线，疑似天雨路滑之状，忽然翻覆，司机自行爬出。不过副驾驶座是一名孕妇，一度受困车内，幸好在救援人员的协助下顺利救出，意识清楚。而这回凯米恐怕携带强风暴雨，基隆环保局也提前进行清沟作业，安排400多名人员待命。清洁队人员穿着背心，手上拿着工具，站在马路旁清除淤泥外，也捞起水沟盖下的石头、落叶，就是为了保持水流通畅，避免阻塞造成淹水。不止路上加强防台准备，海岸边也不例外。风浪也逐渐增强，大武仑沙滩以及潮境水域中午12点过后封闭管制，外木扇也无法下海游泳。另外，西北下午开始风也不小，树木被吹得晃动，工程人员也开始进行疏洪道障碍物移置，摊贩也赶紧收拾东西。辛苦还好啊，这它还是空包的，就是台风警报啊，就这边无风无雨啊。包含4座抽水站、347台机组都已经完成检查工作。那目前检查的话，一切都正常，随时可以发挥抽排水的功能。新北相关单位提早检查抽水站，预先排水视情况滚动调整，增加下水到56.4万吨滞洪空间，提早做好准备，因应来势汹汹的台风。TVBS 新闻刘新奎、施协元、何可言基隆新北采访报道。
凯米台风步步逼近，尽管中部23号下午还没有受到影响，但是防台的措施还是得要做到位。台中劳工局提醒建商工地应该加强防台，工作人员也提前放开了塔吊的旋转刹车。在台风的那个塔吊的部分啊，就是平常都是没有在使用的话，都是要放空档，让它去做旋转的动作，因为怕它如果在接受太强的风力在吹的过程中，如果你是把它锁死的话，会导致整只塔吊有可能会有折断的风险。工地主任解答，让塔吊跟着风势旋转，减少风阻才是安全的。所以民众如果在台风天看到塔吊在旋转，千万不用担心。另外，工地内排水也是重点。如果我的排水管堵塞的问题，然后导致我的水灌下去到地下室，避免建案的地下室淹水，除了要清理水沟之外，工地人员也备好了沙包，要预防风灾。另外，在南投草屯的敦和宫，为了安全考量，先将进行铜像修补的鹰架提前拆除。拄着风台，所以注意为了安全，请工程班都救吊车，今日伊个所有的鹰架拢拆落来。庙方表示，铜像的翻修还没有完成，但是安全第一，先把鹰架拆除，等台风过后再继续打磨铜像。另外，在南投清境周边的各大景点也开始防台了，像是鸢峰上的暗空公园，工作人员加快脚步，固定天文望远镜，并且在窗户上贴上胶带。清境农场则是在24号预警性要休园，做好全面的准备，希望能够降低台风带来的损害。TVBS 新闻陈其君、陈家贵、廖凡英南投台中采访报道。趁着台风来袭前，就连带着孩子在车城海边冲浪板玩得很开心。3级风浪高1米，游客就是要赶在台风来临前先冲一波。其实垦丁国家公园早就插红旗，海域、沙滩全禁止游客进入。在后壁湖海边，工作人员忙着插旗之际，可以看到风势逐渐增强，这红旗还差点被风吹着跑，就怕强风吹跑了遮阳伞及桌椅。露天咖啡座的业者可是做好了准备。去从这报纸面在地应用着啦，嘿啊，用着拢收好些，这种规拢收落来。好像北部那边比较严重。到屏东地区呢，白天还艳阳高照，不过呢，在中午过后可以看得到，在林边呢一带已经降起了大雨。突如其来的短延时强降雨，汽车纷纷开大灯，小朋友也躲在妈妈的雨衣里避雨。在枋山地区，飞扬协会80几名国小学童的100公里健行遇上了大雨，在老师们的指挥下，风雨无阻。是健行，大背包健行。最让人担心的是逐渐逼近的台风，就怕台风带来强风豪雨，低洼的林边抽水机都已备妥待命。在屏东林边溪沿岸原本有许多临时的抽水机，但这次在地势最低洼的关埔村，刚好有最新的抽水站完工，也可以加入这次的台风测试。有用啊，有用的应用到咱蚵仔修行啊。在嘉义东石布袋地区，科农一早忙着出海抢收。蚵仔有准海的时阵，中秋节时阵的产量就相对更减少。台风来袭就无法再出海收成了，小吃业者担心蚵仔的价格恐怕会有所波动。TVBS 新闻何一信、艾昭贤、叶凤达屏东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